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吸入性的藥物啊，其實使用這類藥物的時候，往往我們要配合這種吸入的相關的裝置來使用它啊。那所以很多的這個患者也會覺得這種裝置用起來非常的麻煩，它不像一個藥片啊，我可以隨身攜帶啊，無論是出差啊還是去到什麼地方，我隨時都可以服用它。但這個裝置它用起來又麻煩，然後而且使用的過程當中，它不像人这個，比如說我把藥片真的吃進去了，是有感受的啊。很多人會覺得這種吸入性的東西好像效果上沒有這個口服藥，或者說，我去醫院打一針，這個效果更明顯，會這樣嗎？是的，就是吸入的方法對於你對這個藥物的利用度呢是有很大的一個明顯的一個差異的。就是如果說你不会吸的话，很多這種藥物可能會存留在口腔，而沒有進入到你的這個肺的一個深處。那就還是吃進去了是吧？對，是的，是的，就是這些很多藥，就是醫生會給你開藥的時候會給你講一遍啊。如果說你不懂的話，一定要去問醫生。然後不同的裝置，有的是气霧劑，有的是粉霧劑，所以說它在吸入的時候，可能需要你使进吸气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這裡講的就是簡單說一個比較難的，比如說是一個粉霧劑吧。粉霧劑的話，就是你在吸的時候是打開裝置，打開裝置以後，上面有這個裝置會自動跳一個號，那個就說明你已經打開了。這個時候隨時準備好就可以吸了。那嘴呢，一定要完全包裹住這個吸嘴啊，不要留空隙。在包裹之前呢，先平靜的呼吸，然後深吐出一口氣以後，然後準備吸的時候，包裹住這個氣口，然後使勁的吸，用你最大的力氣去吸，才能把這個整個這個粉末全都進入到吸支氣管或者是肺泡這個位置，它才能起到作用。所以其實在很多這種情況之下，是由於我們這個使用治療的這個技術不到位啊，所以導致好像是吸了一個寂寞，什麼都沒有這個效果一樣啊。其實不是這樣啊，我們還是要注意多和醫生去溝通。那除了規律的用藥和我們正確的使用這個相關的裝置之外，在穩定期，我們的患者和家屬啊，我們在家裡面還有沒有什麼一些做法啊，可以能夠預防我們的急性加重？因為我們確實還是希望能夠守住這份穩定的。有的，對於一個慢阻肺和哮喘的患者，急性加重呢，是每一次的急性加重都是一個嚴重的一個打擊嘛。通常呢，由這個呼吸道感染、空氣污染或者是接觸這個過敏原等等誘發，那導致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的症狀在短期內這個一個急劇的變化，經常需要這醫院就診或者是住院。那我們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避免它呼吸道感染，避免接觸到這個空氣污染，避免接觸到這個過敏原，那在這個過程中呢，才能導致它急性加重的一個減少。那具體怎麼樣能夠把我們和這些風險把它隔絕開來？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案？第一呢，就是建立第一道防線，就是避免誘因。剛才說的，在這個流感的季節，少去擁擠的這個人群或者場所，出門戴口罩啊，冬季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氣直接吸入到氣道。或者是這個明確的有過敏源的這些，大家一定要遠離。第二呢，就是必須要戒菸。那戒菸呢，還有包括是二手菸。戒菸這件事呢，就是它在這個 WHO 呢，它這個組織它是明確的把這個吸菸作為這個慢阻肺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然後呢，在這過程中呢，無論剛才咱們提到哪些治療手段，無論是消炎藥還是這個吸入性制劑，你做的再好，如果你不戒菸，前面這些都等於是白做了。然後呢，這是最有效的一個治療手段。還有就是一個接種疫苗，那每年那個流感的接種疫苗，或者是每5年接種一次肺炎鏈球菌疫苗，那這個呢都可以大大降低這個病因。還有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呢，如果說是可以導致一個急性的肺炎，它可以把它降低到嚴重程度的一個簡單的上呼吸道感染。第三呢，就是堅持康復鍛鍊，在醫生的指導下呢，進行一個力所能及的耐力訓練，比如說是散步啊，或者是自行車，或者是呼吸機鍛鍊，就是用嘴唇使勁呼吸啊，腹式呼吸啊，吹小球啊等等，那有改善的一個活動耐力和呼吸困難的感覺。那我們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家中有這樣的患者啊。那我們作為家屬，在家中遇到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要果斷的送醫，而不要繼續去觀察了。家屬呢要學會觀察一些這個危險信號。那比如說在以下情況下，就不要猶豫，立馬去送醫。第一呢，就是休息的時候也感到明顯的咳嗽、
呼吸困難，那說話都費勁兒。那第二呢，就是一個嘴唇、指甲顏色的一個發紫、發乾，或者是突然出現了一個意識模糊、嗜睡或者是煩躁。第四呢，就是在家庭養療的情況下，氧饱和度持續低於95%。這點我就是建議，就是如果是有慢阻肺的患者而且是急性加重過1次或者2次的，那在家里邊盡量是長期備一個家庭止氧機，然後呢還有一個止氧这個止氧夾子，就是止氧饱和儀，就可以测到这個止氧的濃度。止氧濃如果低於90%，就要去醫院就診。第五呢，就是這個常規使用急救吸入劑效果呢越來越差，或者是需要的頻繁的使用這個吸入制劑，或者是在這個過程中呢，我們就是通過發現以上的這個5種信號來觀察自己家裡邊這個慢阻肺或者是哮喘的老人是不是需要積極的一個就醫。好的啊，這些信號呢，我們的運醫生也已經給大家提醒的非常非常的具體了哈。那我們的家屬朋友們呢，也一定要牢記。我們剛剛談了很多關於肺的疾病和養護啊，但是我們仍然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很多有慢阻肺或者是心臟不好的老人，他們的健康狀態呢，往往是就是認為肺是肺，心是心啊，但是在臨床上呢，他們似乎這二者之間又有一些同病相憐，或者是一些緊密的聯繫。您幫我們從專業的角度上介紹一下哈，這背後的醫學原理是什麼？剛才這個是一個誤區，就是肺是肺，心是心，就是慢阻肺和心血管疾病很多都是緊密相連的，所以說臨床上是有一個詞兒叫肺心病。肺心病呢，就是由於長期的一個慢阻肺導致的一個心功能的不全，而長期的一個左心功能衰竭呢，又會導致一個肺的一個硬化或者是慢性的炎症，這兩者都是連鎖反應，是完全是相關的。長期缺氧又會導致心臟的一個心肌的一個缺氧，然後呢心肌的損傷等等這些情況。所以說，如果說剛才所說的就是胸悶、喘憋這種情況呢，不僅會導致一個不僅可能是原因是一個肺，但是它的結果也可能損傷心臟。所以說我們在臨床治療的過程中呢，不光是觀察大家的一個肺功能的一個變化，也會去做心電圖啊、心臟超聲啊等等。長期的一個慢性的慢阻肺患者到晚期的時候逐漸加重，如果說你不去管理和控制你的肺功能，到晚期的時候都是心臟和肺都是最後到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狀態。所以二者之間其實是非常緊密相連的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很好的控制好這個慢阻肺，甚至也可以說是在給自己的心臟埋了一顆雷一樣啊。那反過來，其實心臟功能不好的時候，是不是我們也要多去關注，或者說甚至我多去檢查一下我的肺功能呢？是的，這個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心臟呢就像一個水泵，負責把全身的血液進行交換，然後把没有氧氣的這個靜脈血泵到這個肺裡面進行氣體交換。那個肺呢就把這個氧氣呢再灌輸回血，然後再由心臟泵到全身。這過程中呢就是一個全身的一個血液的一個循環。那如果說那個心臟出現了問題，那這個肺裡邊的血就會瘀滯。剛才提到了一個肺淤血，然後出現一個慢性的肺的硬化或者是一個肺的炎症。那如果說讓肺变得僵硬，那個氣體交換也会变得更低，這過程中呢就會越來越差。肺和心的過程中，就肺和心都會同時的功能變得非常的差。那症狀上呢也會比平時的這種慢阻肺要更重。那醫生要鑑別一位喘憋的老人是慢阻肺還是一個急性心衰的加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觀察這個患者的一個心率的變化或者心電圖的變化。這個從平時的症狀來看，就是我們是很難直接區分出這兩個的。我們需要進行一個進一步的檢查，才能確診是哪兩個是有問題。